看到布鲁斯·布朗被放倒的那一刻，叶晨心中顿感无趣，就像是养了一只电子宠物，还想着他能快些长大，却没想刚喂完第一次食物就嘎了。索然无味的他，眼看着布鲁斯·布朗和一众未成年的小弟被救护车拉走，唏嘘一声，摆摆手说：“我还跟那个警长说了，2天之后再秉公执法，就是想给他留2天时间，好好放肆一下。没想到凉得这么快。”红雾赶紧问：“叶大师，那小王八蛋死了？”“那倒没有。”叶晨摇摇头，没打到动脉，只要不是送去兽医站，应该就死不了。不过他右腿肯定是废了，痊愈之后只能拄拐了。红武笑道：“没事儿，港岛当年不是有个大哥叫跛豪吗？说不定这小子痊愈之后还能搞出点动静来。”叶晨吐槽道：“跛豪是先当了大哥才变成瘸子的，他要是一上来就瘸，他甚至都到不了港岛，更别提当大哥了。”红武挠挠头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也对，这小子连根鸟毛都不算就瘸了，以后肯定凉透了。算了。”叶晨无趣地说：“走吧，先去酒店，还有正事要办。老陈让酒店准备一个3间卧室的套房，咱们得梳理一下线索，想办法把唐管家找出来。”好，陈泽楷立刻答应，打了个电话吩咐几句，随后便驱车直奔墨尔本的白金汉宫酒店。路上，叶晨没收到萧初然的回复，拿起手机又给他发了一条微信：“老婆在忙吗？”发完便双手抱着手机等回复。可陈泽楷都把车开到酒店了，依旧没有收到萧初然的回复。叶晨心里有些忐忑，萧初然以前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回消息，莫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于是他立刻给萧初然打了个电话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萧初然的电话竟然提示不在服务区。他心里咯噔一声，赶紧又打给老丈人萧长坤，想问个究竟，可没想到萧长坤的电话也依旧不在服务区。他又打给丈母娘马兰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叶晨心里愈发紧张，他想不通，萧初然和他的爸妈怎么会忽然失联。于是他打电话到萧初然的公司，说明身份之后，接电话的行政人员告诉他说：“您好，叶先生，萧总今天没来上班。”“没上班？”叶晨追问道。“那他有跟你们联系过吗？”行政人员说：“萧总昨天吩咐过，让我们把所有工作资料整理好，给各个甲方送过去。大家坚持到月底最后一天，公司就正式解散了。”解散？叶晨表情一凛，顿时感觉不妙，赶紧问他：“公司运营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为什么忽然要解散？”行政说：“公司没遇到什么问题，是萧总说他自己拼不动，想退休了。”叶晨紧张地说：“我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过要退休的事情？”行政惊讶地问：“您不知道？萧总跟我们说的是您不希望他再辛苦创业了。”叶晨追问：“他还跟你说过什么？”“没什么了。”行政说：“萧总交代了财务，让财务给所有人 N+6 的补偿金，大家现在都等着领补偿金呢。正常公司辞退员工 N+1 就已经算是有良心了，能做到 N+2 的公司都不多。萧初然给 N+6， 等于给每个人多发了5个月的工资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看得出他对员工肯定心有愧疚，所以才给了这么高的补偿。公司干得好好的，他也干得很起劲，为什么忽然不干了？而且从头到尾没跟自己说过，甚至现在人都联系不上了。”叶晨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，他感觉萧初然不是遇到了什么意外或者危险，而是早就在计划这一切了。一念至此，他心中慌乱如麻。他很想去家里看看，看看萧初然在不在家，如果不在家，那他有没有从家中带走他的东西。只是现在自己人在澳大利亚，就算立刻包一架飞机赶回去，至少也要10几个小时才能回到金陵。于是他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解决方案，就是找伊藤菜菜子帮忙。虽然菜菜子大部分时间在香榭丽温泉酒店修道，但他父亲伊藤雄彦就住在汤臣一品的平层，
他或许此刻就在汤臣一品，让他去家里看看，一切就能最快速度找到答案。刘曼琼虽然也住在汤臣一品，但毕竟关系没那么熟，而且刘曼琼没什么身手，想悄悄潜入自己家里，怕是也没那个能力。菜菜子就不一样了，他是武道高手，又成功悟道，实力大增，这点事情对他来说易如反掌。于是他立刻就想给菜菜子打电话，可是思前想后，还是选择发微信。老婆忽然有预谋、有计划的失踪，自己甚至从头到尾都不知道，这种事情他不希望被洪武和陈泽楷知晓。随即他便立刻给菜菜子发去一条文字微信，内容是：菜菜子，你在汤臣一品吗？菜菜子很快回复：我在，欧多桑让我回来陪他吃饭。怎么了叶晨君，你也在汤臣一品吗？叶晨回复：我在澳大利亚。菜菜子，有件事情我需要你帮忙，还请你一定替我保密。菜菜子立刻回应：叶晨君尽管吩咐，我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即便是欧多桑。叶晨稍感欣慰，便说：辛苦你悄悄潜入我家看一看家里现在的情况。菜菜子发来一个紧张的表情，问：叶晨君，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叶晨说：我老婆和我岳父岳母都失踪了，我想请你去家里帮我看看他们在不在，如果在就帮我暗中保护他们，不要被他们发现，如果不在就帮我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异常之处。好的，我这就过去。菜菜子不知叶晨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，还以为是叶晨仇家盯上了他的家人，于是赶紧放下筷子，便对父亲伊藤雄彦说：欧多桑，您先慢慢享用，我出去办点事情。伊藤雄彦指着桌上的刺身说：菜菜子，这是今年最好的蓝鳍大腹，解冻后如果不尽快吃，很快就不新鲜了。没事的父亲。菜菜子站起身来，急促地说：叶晨君有事找我，我必须立刻过去。伊藤雄彦这才恍然大悟，赶紧说：既然是叶先生有事找你，那你就快点过去吧。